被害人声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是被迫配合的，并且抓了我的当事人。大家请看这张照片中抓痕的位置。是不是这样，才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抓痕呢？所以有理由猜测，如此亲密的姿势，说明被害人当时是主动配合的。公诉人提醒辩护人，法庭审查的是事实，而不是辩护人的猜测。从本案案发到被害人伤痕鉴定，已经间隔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抓痕依然能够留下，这恰恰说明了被害人是在极端的状态下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激烈反抗动作，并且这个抓痕呈现出深且凌乱的状态，也恰恰说明了被害人是在极力反抗的事实。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性爱的欢愉而造成的，不是吗？辩护人，请不要随意打断公诉人的发言。公诉人继续。公诉人再强调一遍，所谓的性爱的欢愉造成的状态纯属个人猜测，请辩护人尊重事实，请法庭对辩护人的猜测不予采信，对辩护人扰乱法庭秩序予以记录。我的首轮发言完毕。审判长，我后面会注意的，我知道了。其实我刚才想说的，不管是主动配合还是被动配合，这张照片中的伤痕都极大地佐证了当时他们是一个拥抱的状态。被害人声称自己当时没有看到过被告人的脸，但是那张照片里他明明就是睁着眼睛的。被害人的陈述与伤痕鉴定还有照片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公诉人认为，单独的一张照片仅仅记录的是一个瞬间，其真实性其与案件相关性存疑，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展现出拍摄时的实际状态。抓拍的瞬间表情，即便是存在的，也不代表着意识清醒。如果被害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睁眼看着犯罪嫌疑人拍照，怎么会毫无本能的羞愧和遮掩，以及对闪光灯本能的规避反应？所以公诉人认为，这张看似神志清醒、泰然自若的照片，恰恰证明了被害人当时已经失去意识、没有正常反应的证据。被害人当时就是意识不清。被害人平时的酒量不止2两，所有的证人，包括他自己的陈述，当天的饮酒量都不足以使他意识完全丧失。而证人楚楚也证明，在他们分开的时候，被害人是能够完整的辨认人，能够有逻辑的、清晰的打电话的。所以公诉人认为，被害人当时意识不清是立不住脚的。被害人当时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不仅有刚才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还有本案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在法庭举证阶段已经经过质证，公诉人认为没有重复的必要。另外，根据在案的录音证据显示，被告人一方面指控被害人要挟被告人，另外一方面却通过公司贿赂被害人，妄图要求被害人改变证词、撤回指控。这样的行为恰恰也说明了被告人在极力掩盖罪行，妄图逃脱法律制裁。被害人能够主动地想到录音，就说明他有极强的法律意识，所以不得不怀疑，被害人录音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挟被告人。被害人录音取证并向司法机关提供，那是他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辩护人所说的要挟。但是像这样自相矛盾的证据在本案中出现的还少吗？被害人说他当时完全没有意识，但实际上当天的饮酒量并没有达到完全丧失意识的程度。公诉人认为，这还是辩护人的推测，毫无事实依据。酒量不能作为评判是否意识清醒的唯一标准。被害人当时处于意识不清，那是客观事实。根据酒店外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被害人当时是被搀扶上车的，饮酒到不能自主行走的程度，显然就是已经醉酒到意识不清。但是证人楚楚当庭的最新证词证明，在他们分开的时候，被害人当时应该是清醒的，并没有达到他所说的有一段时间失去意识，甚至是彻底断片的程度。证人楚楚证言的真实性，请法庭根据本案全部证据进行考虑。被害人在他的陈述中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关于避孕套使用的内容，但实际上现场确实是有避孕套包装袋存在的。被害人声称避孕套是楚楚叫他携带的，但是楚楚对此却矢口否认。被害人的陈述处处与事实充满了矛盾。试问，被害人的陈述究竟还有多少真实性？如此自相矛盾的陈述，被害人到底在掩盖什么？是事情的真相吗？请辩护人不要再肆无边际的胡乱猜测了。
双方保持冷静。现在，公诉人和辩护人做第2轮辩论意见。审判长、审判员，本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上下级关系，在案发之前从无暧昧言行，不具有主动发生性关系的常理性。在案发当日，酒桌上存在不正常的劝酒现象，被告人作为上级不加制止，反而放纵劝酒发生。根据酒店外的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害人当时已然醉酒，意识不清，反抗能力减弱。被告人单独带醉酒被害人行至城郊油菜花田，对被害人形成绝对压倒性的密闭环境，导致被害人反抗能力受限的情况下，不知反抗，不能有效反抗，任由被告人摆布，遭受被告人肆意蹂躏。案发后，被害人第一时间报警，提出人身鉴定固定证据。虽然受到多方阻力改口撤案，但这并不能否认本案犯罪事实的存在。结合被害人指控、书证、物证、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等在案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范建成以暴力、胁迫以及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构成强奸罪，犯罪事实清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请法庭依法裁判。审判长，公诉人的发言完毕。现在由辩护人发表最终辩护意见。审判长、审判员，本案中，被害人在案发前为了给弟弟买房，曾借助我当事人在公司的地位，虚开工资证明，后因贷款被丈夫发现，被害人与丈夫的婚姻产生裂缝，由此可以认定被害人与被告人具有一定的私交，而且处于极其缺钱的状态，具有勒索被告人的客观动机。案件中，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基本一致，没有瑕疵，而被害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物证等均有出入。承办刑警林峰出于同是女性身份的认同，对此案抱有主观偏见，所收集的证据偏向性强，可信度低。公诉机关对于被告人的定罪并无直接证据，更多源于常理推断。但从常理来看，案发当日，被害人主动携带避孕套，饮酒量完全不足以让自己彻底丧失意识，却自称毫无意识。酒后在明知与楚楚锁住路线情况，两人一路时自己必定会落单的情况下，指明我的当事人一位年长的异性送她回家。事发以后，虽然报警，却并不直接说明性侵，而是等过了好几天才2次报警，种种行为均不符合常理。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应予宣告无罪。审判长，辩护人的发言完毕。诉讼代理人是否有补充发言？审判长、审判员，我的当事人在4月9日酒局当晚结束之后上了被告人的车，被带到叶思贝是我的姐姐，她是一个活得特别小心的人，她爱美，可她平时连手臂都不敢露。她也喜欢化妆，可她从来不会化那些艳丽的妆。她几乎很少一个人在晚上出门，大多数时候都要我爸、要我姐夫接送她。但受害时穿的那件衣服，
是公司的制服，他一直都很介意，哪怕是在夏天，他都要穿一件风衣裹着。所以在他报警那天，他和警察说他要一件风衣，因为那件风衣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性的安全防护。风衣没有了，他去和警察要，那就是他在求救。他去报警，我妈拦着他，我也拦着他，因为作为律师，我知道这种案件对于当事人的2次伤害，所以他报警，又否认自己报警。可我姐姐还是选择了2次报警，她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勒索，她就是想要一份公道。作为一名受害者，一名女性，在面对这样的事件的时候，能选择报警，已经是极大的勇气。我想，正义不该让这种勇气泯灭，它应该得到一份公正。我的发言完毕。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将在充分评议之后作出判决。现在休庭。